唐中晚期，宦官拥立宣宗上位，为安抚宦官，宣宗令其掌禁军，护卫宫禁。与此同时，宣宗特设三法司，着安郡王萧锦瑜统管天下刑狱事务。三法司办案极重仵作之用，每年于京中设仵作临考，诸事不限，有才者居之。故每逢考季，各地仵作纷纷前来应考。来，你拿好啊！慢走，慢走啊！再来啊！这什么？终于到长安了，我一定能考上仵作的。玉面判官，你就等着我吧。站住！过锁。过去吧。老人家，你怎么了？没事吧？实在对不住，要不我带你去看郎中吧。老头子不敢耽误您发财，不用麻烦了。我就一把老骨头，这伤处好奇怪啊！只是这一碰，可能就几个月下不了田。为何红而不胀？实在是没闲钱去看郎中，要是方便，还望您能给几个医药钱。好吧。哎，等等！谢谢拿着，谢谢，谢谢。哎呦！你骗人，这伤是假的。你这伤就是用来唬人的，摸上去虽然微微发热，但是一点都没有肿胀发硬的感觉。而且你们看，这伤处色泽单调，边界又格外清晰，一看就是用烧制榉木树皮的法子伪造的。而且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老人家，他的眼睛眼白是白的。眼白不是白的，还是黑的呀？当然不是黑的，是黄的。人年纪大了，眼白是会发黄的。年纪越大呢，颜色就会越浑浊。人老珠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可是你们看他，眼白一点都没有泛黄的迹象。人是可以伪造体貌甚至声音，可是这眼白的颜色绝对做不了假的。你看他那眼白。骗子！大理寺，把人带回去。好了，都散了，别妨碍城门通行啊！走。什么人都有。行，给他小心点。记人的路啊。楚楚。是，你是大理寺的官？大理寺少卿景逸。见过景大人。起来说话。哦，这可不是平常人的东西。说吧，在长安干什么？我不是商人，我只是搭了商队的车，我是仵作，这些是我验尸的工具。谁吃了雄心豹子胆？吴家，你是不是眼瞎？让你看看谁眼瞎！我说你，奴婢拜见安郡王，奴婢瞎了眼，不知安郡王在此。大唐律，闹事跑马，杖责50。吴将是。安郡王，奴婢是奉了秦公公之令，出宫抽检神策军账目，他老人家还等着奴婢回。
你怎么这么啰嗦？吴大人，接手用的，接手用的，要的就是这份。接手用。执法严明，不畏权贵，黑白两道，莫敢不从。你方才说来长安当仵作，可是准备参加仵作合级考试吗？是，等我考过了，就能当正式的仵作了。你们长安的仵作考试真的是诸事不限，什么人都能参加吗？能，你拿着这个东西去考试，不会有人拦你的。真的？谢谢景大人。哎，大哥啊，昨天不是考过了吗？怎么今天还考啊？走后门进来的事，连这都不知道。眼前是合级考，眼下是安郡王的遴选考。只要是能考上，我人就能进三法司给小金鱼做事。小金鱼，这名字怎么那么奇怪啊？啥小金鱼，连安郡王都不知道。我是三法司大小官员都害怕的人。小金鱼，安郡王。什么小金鱼？这话你不能乱说。啊！本官念出名字的考生，随我进来。黔州处士楚楚。我是楚楚。端平拿稳，小心脚下啊！都利落点儿。景阁老，今日怎么没有见景少卿啊？安郡王点犬子一同监考去了。圣上下旨限期查破秘书郎的案子，算下来这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安郡王竟还有心思考什么仵作，真沉得住气呀！哼，年少狂妄。哎，韩尚说慎言呐，安郡王也算是你的上官，不可不敬啊。上什么官呀？这刑部、大理寺、御史台，自大唐开国以来，就是三司各尽其职，共掌着刑狱之事。可如今圣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专门为他设了个三法司，凌驾于我们三司之上。哎呀，我们三司的官员还要听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差遣，黄口小儿不知轻重。我是楚楚。你姓什么呀？我就姓楚，姓楚名楚，楚楚动人的楚楚，好听还好记。应考仵作楚楚。本场验尸考试有2道考题，诸项检验正确者为合格，能额外提供破案线索者为优秀。最终答卷以本官所做的记录为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那你就开始吧。等等，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验尸工具。这个是阴阳杵，以硬木为杆，削为一端粗一端细的锥形，两端各裹以棉布，细端是鼻腔，粗端探口烟。阴阳杵。这人既被火烧过，还被水泡过，手臂脖颈隐约有红褐色树枝状纹路，右手指骨有灰白色的骨珍珠，死者皮肉上的黄色脂膏不全是凝固的尸油，这是胡麻油的气味。死者男，年30有余，身高约5尺，尸体肉色焦黑，肢体蜷曲，死于大概半月前。死因呢？他的口鼻里应该就有答案。果然，
死者口鼻中有烟灰，证明他是被活活烧死的。真是个好工具。此案性质如何？性质？他是自杀而亡，还是被他人所杀？他没有自杀，也没有人杀他，应该可以说是意外死亡。意外？死者颅骨骨折，脑缝开裂，身上虽然被烧得厉害，但是脖颈经过擦拭之后，隐约还能看到类似树枝的斑纹，这是被雷劈过的迹象啊。再加上死者身上有灼伤过后被水浸泡过的痕迹，所以他应该是在下雨前打雷的时候被雷给劈中了。半月前是盛夏，正是雷雨最多的季节。被雷击中，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他应该是这么死的。死者应该是手里提着灯笼，走在雨中。哦，对了，他应该还背着胡麻油。然后，在雷击中树木的时候，他的右手恰好撑在了树干上。哎，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好好说话。我就是模仿一下死者的死亡过程。有点意思。死者不幸被雷劈中，瞬间晕倒在地。刚巧他手中又有火种和易燃的胡麻油，火种引燃了胡麻油，就在他昏迷的时候，活活把他给烧死了。这个人虽然已经烧得很厉害了，但还是摸得出他的肋骨、手臂、小腿都曾经骨折过，而且不止骨折过1-2次，还都是伤在豁出性命跟人打架时候的易伤部位。如果烧得没有那么厉害，应该还能看到他身上的伤疤。就算脾气再差的人，也不可能3天2头跟人不要命的打架吧？除非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你还知道什么？我就只知道这些了。大人，我能验下一个了吗？细查。哎呀，景阁老，您有所不知，如今这安郡王拿去作为考题的2具尸体，皆是京中未结之命案，其中有一宗就是这秘书郎严明的案子。严明？死者男，年40有余，肉色黄紫，口鼻、胸前、两肋也有腐变，应是死于半月前。他心口那处锐器贯穿上是他唯一的伤处，也是致命的伤处。锐器的形状应该是尖头，脉杆粗细，起码有3尺长。这尖头、脉杆粗细、3尺长的凶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我不知道。你都能猜出这东西的样子，还推断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吗？这可不是我猜出来的，是我验出来的。我学过的呀。仵作之责，乃详实记录其所见、所嗅、所闻、所触。见之、嗅之、闻之、触之为知之，否则为不知。推演决断，非仵作分内之事，非有十足把握，不可妄言。他怎么会知道？什么？我是说，验出什么就说什么，我只能说我验出的。其他的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能瞎说。我还知道一个，我知道他是被人杀死的，而且他知道凶手是谁。废话，怎么着？你还要把他叫起来问问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认识凶手，凶手也认识他。行了行了，到偏厅考验伤去吧。谢谢大人。哟呵，还懂得仵作规矩，知道争促屈位。王爷，
这就是景少卿关照的那名女仵作。正是，王爷明察。若不是景少卿的意思，小人们岂敢放一个女子进来验尸？您官职不够进不去，就在这候着吧。陛下，薛翰林到。臣薛汝成叩见陛下。今日朝中文武对安郡王微词不少啊，你这个当先生的就不为他分辨几句吗？陛下，安郡王得陛下厚爱，为以统管三法司之重任，陛下自有圣断，臣无需分辨。朕将三法司交给他，就是看中他骨子里有他父亲萧衡当年那股子清正之气，但为官办案是两码事。秦鸾，奴婢在。朕记得当年萧衡察举西南逆党时，是你带人前去策应的吧？是，陛下真是好记性啊！陛下圣谕，剑南节度使陈英伙同驸马萧衡，起兵谋反，就地诛灭。陈英，驸马，快走！我进来到官兵的清脉，就全交给你了。可惜老奴无能，愧对了文宗皇帝的重托，未能将驸马活着带回来，老奴有罪。奴婢御前事宜，望陛下责罚。刚才就看你一瘸一拐的，莫不是刚挨过板子？谁打的你？陛下容禀，奴婢今日奉命出城，不慎冲撞了安郡王的车驾，这才遭安郡王的责罚，挨了顿板子。你们两个起来。薛清，你可要教给他什么叫做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教不严，师之惰，是臣失职，请陛下责罚。还有孙明德，要打要罚，自有内侍省管着。他萧锦瑜今日敢先打后奏，明日是不是就敢先斩后奏了？陛下息怒，安郡王只是年轻气盛，一时失了分寸。安郡王年轻气盛，你就该好好敲打敲打他。堂堂朝廷命官的遗体，竟然拿去做考题，若届时交不出什么说法来，群臣参他，到那个时候，朕连你一起罚。是。王爷，这景衣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严明的案子交给他半个月了，什么都没查出来。您这一出手，就有新线索了。这案子是有些难为他了。王爷，这个女仵作是您看中的？不，是景逸希望我看中的。景少卿，下一位考生已经在外面候着了。考题怎么样了？来了吗？没有，说是肚子闹得厉害，还在茅厕里蹲着呢。这闹肚子可大可小，找人去看看。让下一位考生等会儿吧。是。哎，你且老实在此候着，不得乱跑，不得喧哗，不得东张西望。待会儿考题来了，就开考。是。王爷，王爷，里面考试的可是位女子？是王爷，进去有一阵子了。他额头带伤，是我的考题吧？哎，你就是那个活尸体吧？哎呦，你
你怎么才来啊？我都等你好半天了。好，哎，大人，我的考题来了，我可以考试了吗？放肆！能。景少卿，景大人，考生和考题都来了。考题？行吧，既然这考生和考题都来了，那就开始吧。伤者男，身长6尺，额上有伤一处。你蹲下。你蹲下来，我才能看清楚啊。让你蹲下就蹲下，既然选择了来当考题，就得配合到底。这是硬物撞击造成的，伤处还没有上过药，应该是昨晚的事。伤处除血瘀外，还有均匀轻微的擦伤，应该是被一个扁平形状、打磨不太精细的硬木质器物撞击造成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左手手背有一道手掌宽的淤伤，是重物挤压造成的，应该是人踩的，还是被男人踩的？掌根处的伤是手掌撑在平滑的硬物上造成的，这几处伤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乞丐，好了，你可以把衣服脱了。继续。不必了，你先前验的都对，推测的也对，我尾椎骨处确实有处淤伤。不过你不必看了，验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不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检验单上一半还不够填呢。要是验成这样，我肯定考不好。你是考题，验不验你说了不算。你要是不乐意脱，我就帮你脱。他想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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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何时说过我是考题？你刚才在外面的时候，我说过吗？没有。你明明就说了呀。我只说你能够开始考试了。廷义，下官在，王爷有什么吩咐？下官失礼，请王爷恕罪。王爷，你就是那个安郡王小金鱼？放肆！不得胡言乱语，还不向安郡王行礼谢罪？你的官儿比刺史大人还要大吗？你这是干什么？我以前没见过这么大的官，但我见过刺史大人。那年前州刺史大人上我们镇上的时候，我们县令老爷专门教过我们的，只要见到刺史大人就得下跪磕头。给刺史大人磕是磕一个，您的官比刺史大人还要大，我就多磕了几个，多磕几个够不够啊？师傅，您真是英明睿智啊！皇上一向赞赏萧锦瑜的铁面无私，您是怎么料定了今天他能向着我说话？韩季身为吏部尚书，平日里不得不听萧锦瑜调遣，心里怎能舒坦得了？知道他用朝廷官员的尸体来考仵作，必然参上他一本。他萧锦瑜平时里得罪的人，必然也乐得出来帮腔。莫说是思过，今天就是将这50板子发挥到他萧锦瑜身上，也是不无可能的。都说这萧锦瑜是足智多谋，
依我看呐，还是师傅您技高一筹。哼，别说是一个萧锦瑜啊，那就是他爹萧恒在世。哼，哎呦，我这张嘴，师傅息怒。圣上今日提起了这事。萧恒跑了，给我追！快！这萧恒要是没死，那死的可就是咱们了。是，多动点脑子，少动点嘴，不然你小命不保。是。见过秦公公。哦，周将军，借一步说话。你寻个由头，亲自到三法寺去探探。是。王爷，前面的考试都已结束了。你仔细看看，这上面是否填写有误？都是我自己填的，没错。你是黔州关岭县平乐镇人。出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家中世代忠良。是。一派胡言。你分明出自仵作世家，家中祖父尚在。你父亲没有兄弟，但你有一位兄长，你兄长还有一条狗。你怎么连我哥有狗都知道啊？你身上的衣服偏大，还是半新的，用针线修改过，却没有裁剪，说明你是借来穿的。衣摆袖口有新旧相叠的狗爪抓痕，以你的年龄推算，不该是你父亲的，那最有可能便是你兄长的。这都能被看出来？衣服上有皂角苍竹的味道，既然有用皂角苍竹洗衣的习惯，说明这件衣服的原主人也是名仵作。这安郡王好厉害！仵作向来是家传的行当，以你刚才验尸考试时的表现来看，你对仵作行里一些偏门手艺颇为精通。这些偏门手艺与大唐律有所冲犯，必不是近年来所创。你能掌握这些手艺，说明你的祖上至少在太宗朝之前就是仵作了。全都说对了。面如冠玉，明察秋毫，掌管刑狱。你就是玉面判官？玉面判官就是六扇门的老大呀。六扇门的老大。来无影，去无踪，神龙见首不见尾。九大神捕俯首听令，天下案件尽在掌握的六扇门老大。江湖人称玉面判官，身边还跟着一位武艺精湛的神捕追魂道。我不曾听说过这号人物，也没有什么江湖名号，你认错人了。可是，你简直跟玉面判官一样厉害。闲话少说，既然我说的都对，那你便是承认自己在这应考单上撒了谎，虚报了出身。我都是如实写的呀，我家祖祖辈辈都是仵作，都在衙门当差，这不就是官宦世家吗？而且我家人都识字，我家里还有好多书，书香门第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还有我家都是好人，从没有干过坏事，这不算是世代忠良吗？姑且算是吧。你放在验尸时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再解释一二。你方才检验那位被锐器刺死的死者时说，凶手认识死者，死者也认识凶手。你可是想说，这凶手与死者是相熟之人？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如何知道？我怕我说不清楚，我能比划比划吗？可以。
以死者的伤口推断，死者被害时应该是正面对着凶手的，就像这样。你想干什么？我就是比划比划。武将，手下唐突，我替他向你赔不是。不要紧，不要紧的。我也唐突。就算死者是这么遇害的，这跟与凶手认不认识有什么关系啊？死者如果不认识凶手，那死者被害时的反应应该跟他是一样的，只要有一点挣扎躲闪，伤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整齐。这笔也就7寸长，可那凶器起码有3尺长，他能做反应的时间比刚才多多了。就算凶手再厉害，这样正面遇刺，他也来得及抓一下凶器。可那么长时间他却没有做任何反应，说明凶手是他绝对想不到会害他的人，到死他都不愿意相信。你对死人的想法倒是清楚得很。那当然了，死人跟活人可不一样，他们临死前想过什么做过什么都在他们身上摆着呢，比活人的心思好懂多了。那你从这死者身上还能看出什么？还有一点，不过我没见过死者被害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所以不能瞎说。我可以让你去看看，你可愿替我办这趟差事？愿意，当然愿意。王爷，你真的不知道六扇门吗？六扇门可厉害了，里面还有女捕头呢。我还以为天底下只有六扇门才收女人当差呢。你确定他没撒谎？我怎么听他满嘴胡话？我在王爷身边就是靠识人辨谎的本事混饭的。你就算是信不过我的人，还信不过我家传的本事吗？听说他是你从大街上捡回来的。是。什么叫大街上捡回来的？我是看中他跟王爷的缘分，是吧？看上了。我说真的。小的叩见王爷。什么人？起来。小的是福生客栈的伙计，那个丫头片子，她一个仵作跑到我们那儿住店就够晦气了，她居然还跑了不付房钱，她还留了个破石头，说什么要去参加3法司考试。这石坠怎么会在这儿？这个楚楚到底是什么人？这就是想骗人赖房钱。不是，我没想赖房钱。我一早醒来发现钱袋不见了，又急着去考试，就先把这坠子压在客栈了。我在桌子上写了字条，还按了手印呢。我一挣到钱就会回客栈付房钱，把坠子赎回来的。赎这么块破石头，你糊弄谁呢？这不是块破石头，我看你分明就想赖账。我没有。他欠了你多少钱？王爷明察，算上食宿再加上灯油蜡烛钱，共是37文，小的句句属实。廷议。谢谢。王爷，还有呢，他一个仵作。嘿，你还得寸进尺了你！哎呦，这位官爷，官什么爷？少卿。少卿大人，您想啊，这要是换作是您愿意睡仵作睡过的床，用仵作用过的碗筷吗？我愿意。啊，武将，你随他回去，告诉他们掌柜的，楚姑娘住的那间客房，本王长期包下来了，房中一应陈设，任何人不得擅动。本王得空便去小住几日。是，我倒要看看，什么排场的客栈，连个伙计欺客都欺到我3法司门前了。王爷息怒，王爷息怒啊！小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钱小的不要了，小的告退。回来，坠子，还有他留的字条。走。官爷饶命！官爷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
谢谢安郡王。我掏的钱。也谢谢景大人。等我挣钱了，我一定还给你。免了免了。卑职参见安郡王景少卿。起来回话。谢王爷。这位姑娘想必就是今日仵作临考安郡王选中之人吧？恭喜！不是，还没出结果呢。我只是……周将军来此，圣上是有什么吩咐？啊，是这样，卑职在宫中巡防的时候捡到一串钥匙，想必是哪位大人散朝时不慎遗落，卑职就各个衙门询问一下。周将军这串钥匙是从哪里捡到的？宣政殿外廊下。那周将军就不用费心了，就算你今天跑遍长安城所有的衙门，也没人会认领。望景少卿明示。以你这么个问法，不一会儿朝廷上下所有人都会知道，有个官员丢了一串钥匙。这要是普通的房门钥匙也就罢了，但要是什么券房、库房、牢房的钥匙，谁承认谁叫倒大霉。这要是我丢的，我死都不会承认。对，多谢景少卿指点，末将告退。秦峦的这帮禁军狗，真的是哪有味道就往哪闻，也不怕呛着。王爷，那个坠子，你可以把它还给我了吗？既然这坠子对你这么重要，日后要仔细收好，莫要再随意交与旁人了。我知道了。恒郎，你失踪至今可还活着？你可知我仍在等你？明察秋毫，惩恶扬善，怎么看都像。你还在验我吗？啊？对了，这是活血化瘀的药膏，我爷爷自己做的，可好用了，你快涂上吧。多谢，不必了。我知道，你们都嫌仵作晦气，可是这瓶是新的，我没有用过，不脏的。啊？怎么，这就反悔了？没有。你不嫌我碰过的东西不干净吗？我不是也被你碰过吗？当归、赤芍活血，川芎、蒲黄去瘀，乳香止痛，桃仁散结。对症。这个你都知道？略知一二。那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你压在客栈的那块石坠，是何人所葬？他为什么要问这个？不能跟别人说的。你是不能说，还是不愿说？来看看，湖边儿，让出过去。停车，景逸。下去买张饼来。不用，我不饿，不用买。我饿。萧锦瑜往严府去了。是，除了景逸之外，他还带走了一名参加考试的女仵作。女仵作？还有女人去考仵作？我打听了一下，这名女子进京的时候，曾私下和景逸有过接触，也是报景逸的名号
才得以参加考试的。哼，女人当仵作，拿女人做文章，倒像是景家的路数。一个景逸还不够，还要再塞进去一个仵作。哼，景致还真瞧得起萧锦瑜呀。景逸虽然精明，但毕竟是个养尊处优的纨绔公子，碰到死人的事儿，也难免会发怵。景致想在萧景瑜身边安插一个女仵作，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属下虽没探出个究竟，但却发现另外一桩古怪。什么事儿啊？今日我见到萧景瑜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个石头坠子，他一看到我就立刻把坠子藏了起来。萧景瑜看那坠子的眼神，我能感觉出来，他很在乎那个坠子。听那女仵作说，那坠子是他的。石头坠子？什么样的石头坠子？扁平的，上面刻着花纹，像是一劈两半的其中一半，下面缀着青色流苏。呀，公公，您知道这东西啊？哎，你当真看清了？我肯定看清了，那青色流苏一看就不是寻常百姓家的东西，属下就多看了几眼，印象是十分深刻。这西平公主与萧恒的定情之物，怎会在一个女仵作手里？你放心，我必将她好好带回来。去吧。难道萧恒他得派人去西平公主那儿探探？据当日第一位发现死者的人说，他赶到这里的时候，死者就是死在这里。那发现死者的人没有动过这里的任何东西吗？他自称是没有。不是王爷，什么叫自称没有？就是没有。是景大人发现死者的。是。景大人，你是怎么发现死者的？叫声。当晚严明在前院设宴，为了炫耀他那个狼牙墨宝，谁知道他去取墨宝却迟迟不归。之后书房就突然传来严明的惨叫声，紧接着又传来一个舞姬的惨叫声，我就来了。舞姬刚一推门，便看到屋内惨状，惊吓地跌坐在门口。惊魂未定之时，景逸就赶来了，所以景逸便是第一个进门查看死者情况的。那名舞姬和景大人都没有看到凶手吗？别说是凶手了，当晚连个疑凶都没查到。你看这儿，大片血迹，凶手身上指定是沾到血了吧？但是案子一发，我就立刻封府搜查，严府上上下下一人不多一人不少，但愣是连一个身上沾血的人都没找到。你说邪不邪门？此处血迹连贯，这匣子应该是死者自己拿出来，打开放于此处。死者被害的时候，墨宝应该已经不在匣子里了。难道是严明自己拿出来让凶手欣赏的？那墨宝现在在哪儿呢？既然这墨宝是严明自己拿给凶手看的，现在墨宝不知所踪，那就是凶手见利忘义，杀了严明，抢了墨宝就跑了。凶手倒未必是稀罕着墨宝。你怎么知道凶手会把这个藏在这儿啊？藏木于林，人就视而不见了。既然这凶手不是奔着墨宝来的，那他脏就脏了，何必藏它呢？他若不费这功夫，你还会在当日的证词上推测他是为了夺墨宝而杀人灭口的飞天大盗吗？听说严明死后，那墨宝不翼而飞了，不知安郡王查到什么没有？倒未曾听他说起过。严明因墨宝遭此横祸，现下说这话多少有些不妥，可那卷墨宝遗失，实在可惜了。学生愚见，严明遇害，倒未必是因为那墨宝。不为墨宝，还能为什么？若只为偷取墨宝，凶手大可不必伤人性命啊。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案发的地方已经让你看过了，你还从死者身上看出什么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我想试一试。你想怎么试？你能不能帮我当一下凶手？怎么当？你觉得凶手是怎么杀人的，你就怎么杀给我看；我觉得死者是怎么被杀的，我就怎么死给你看。好。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凶器啊，3尺长，麦秆粗，不对吗？杀人了！救命啊！你这是在做什么？我在当死者啊！我想把墨宝拿出来请你欣赏，可是你手里却拿着凶器，我当然要喊救命了。你说的对，是我没想凶手所想。我们再来。请看。不对，还是有点说不通。哟，真有个洞，原来是这样挡住了死者喷出的血。要这么说来，身上没有血迹的人也有嫌疑啊。你说不对，哪里不对？我是想说，他的腰背没有在硬物上磕碰过的痕迹，不该是这个方向倒下的。但依血迹分布来看，是这个方向没错。那就是凶手像你刚才那样，赶在死者撞上桌子前抱住了他。凶手连人都杀了，还会担心他受没受伤吗？那你刚才为什么抱我啊？你就是凶手啊！楚姑娘，你要真这么较真的话，你刚才也没像严明那样高声喊叫啊。我不知道你到底听到了什么，反正那一声肯定不是他临死时喊的。为什么？看地上的血量，他应该是被刺穿了心脏上部，那里是心脏与血脉相连之处，瞬间被刺穿，人会因大量失血一下子喘不上气来，绝不可能大声喊出来。景逸，你确定当晚听到的当真是严明的声音？凶手喊的？若是如此，凶手就会阻止严明倒在书案上。什么理由？防止提前弄出动静，被人察觉。你可愿意我再试一次？愿意。凶手为了掩人耳目，伪造了现场。杀人了！杀人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们不是一个凶手一个死者吗？还差个舞姬，我就勉为其难当下舞姬了。当天晚上就是那样的。你既然已经办了舞姬，就没有发觉这舞姬有什么不妥吗？有什么不妥？这个舞姬从走进院中到发现死者，且需要一段时间。2声喊叫的间隔那么短，凶手的喊声响起来的时候，这舞姬必然已经在院中。凶手的轻功再好，这舞姬也不应该没有看见凶手。可是他杀完人为什么不赶快跑，还要在这干这么多麻烦事儿啊？对呀。陛下，严明一案，老奴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想说便说。这严明虽官居从6品，但好歹也是朝廷的命官。这案子一搁半个月，您都给下了最后期限。安郡王不但不抓紧查办，今日还儿戏到拿严明的遗体去当考题，简直是不拿圣谕当回事。如此玩忽狂妄，也怪不得群臣参奏。朕就是平日里太纵着他了，日落前若还查不出凶手，朕就罢免了他的官。当晚你可有立时对那舞姬搜身？搜了，但搜不搜都一样。那么轻薄的武艺，怎么可能藏得下3尺长的凶器？所以他将凶器留在了这里。这就是凶器。这都能查得出来？
这舞姬在姬月司应该接触过口疾艺人，一女婴访男婴虽不易，但喊这么一声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既然又没有凶器，又没沾到血迹，走了不就行了吗？干嘛还喊了2声？他在供词里说，他是想借着出来方便的机会，到后院来偷东西。经核查，他在离开之前向同来的舞姬打过招呼，还向一名严府的丫鬟问过路，但这些不足以为他在案发时证明清白。他唯有将自己变成目击者，方可确保安全。我景逸居然被女人算计。哎，不对，他偷什么了？你去祭月司拿住人问问不就知道了。人偷了东西早跑了，你二发还不文书吧？倘若人还在呢？景大人怎么从窗户走了？陋习。王爷，你太厉害了，简直比玉面判官还要厉害。王爷，我还能跟着你办差吗？那你要有问必答。好，说出你的坠子。坠子？那你真的不是玉面判官吗？不是。玉面判官与这坠子的事有什么关系？除非你是玉面判官，否则不能说。方才那件案子还没有结案，还需要你上堂作证。在此之前，你不可离开长安，且需随传随到。王爷。楚姑娘，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我都不知道我丢在哪儿了，你在哪儿捡到的？你个傻丫头，包袱被人偷了都不知道。被偷了？谁偷的？就刚才，三法司门口讨要房钱那伙计。我看着那个人，不像是一个贼啊。你没有闻到你的包袱和那伙计身上有一样的味道吗？什么味道？是仵作才会携带的皂角苍竹的气味。他是酒楼伙计，自然不会用这些。你一直把包袱抱在怀里，他应该对你很重要。进店的时候，也不大可能将包袱交给伙计拿，所以最有可能的便是这伙计偷偷翻过你的包袱。你还真是什么都知道。不对啊，这不是我的钱袋啊！哦，不是，这是我的钱袋，可是这钱不是。这钱也是你的，这是为我办差的工钱，说好吧？啊，这么一会儿，这么多啊，给你当差也太好了吧？怎么了？王爷，这些钱是还给景大人的。好。派些人去跟着他，看看他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些什么人。是。还有，去把他原来的铜钱全数换出来。公主神鞭呐！你怕什么？你的血也配溅在本公主的鞭子上？不配，确实不配。干什么来了？啊，公主容禀，这盒中之物啊，叫做葡萄，是西域国进贡的珍品。我师父命我拿来。滚！公主，我师父他老人家的孝心，苍天可见。滚！走。哎呦！回去告诉秦鸾，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整天在圣上那里嚼舌头。安郡王也是他能诋毁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拿上你的东西给我滚！遵命。滚蛋！滚蛋！快！
你这是怎么了？不是让你到公主府去探探消息吗？你看你弄这熊样，没探着啊，师傅。这西平公主她不是人脾气啊，上来一句话还没说呢，啪就是一鞭子。哎呦，师傅，我受点委屈也没什么，可是我是师傅的人呢，他打我的屁股就是打您的脸呐。什么？师傅息怒，我不是这意思。没用的东西。哎呦，师傅，您让我探听的女仵作是不是怀疑她跟公主府那驸马萧恒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啊？哼，是那个女仵作与萧恒有什么关系？还是有人诚心让萧锦瑜认为那女仵作与萧恒有什么关系？不过，不管怎么说，必定有人见过萧恒，知道萧恒的下落。只要摸清那女仵作的底细，一切就能迎刃而解了。师傅，您那么在意那石头坠子，是不是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公主，调香费神，您歇歇吧。从前我什么时候弄过这些东西？要是有一天驸马忽然回来了，看到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非笑话我不可。公主，你们都是想让我相信他已经死了，可是他那个墓里到现在也只有一套衣冠罢了。我一天不见到他的人，就一天不会相信的。公主，奴婢也希望驸马爷能回来，可是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若还在世，他与您那般情深，为何不回来见您呢？你别说了，我不想听。不过，衣冠冢的事，切记不能让孩子们知道。是，尤其是锦瑜，他那个性子要是知道了，非得不管不顾的去找，绝对不能跟孩子们提这个事。长得好看，正直善良，会断案子，还肯招女人当仵作。这玉面判官呐，明察秋毫，亲切和善，嫉恶无仇，面如冠玉，让人一见就喜欢他。这不就是玉面判官吗？他为什么就不肯承认呢？都没做亏心事。大叔，大叔，出什么事儿了？哎，稀罕事儿，说是今天三法司破了桩雷劈起火致死的命案，这不专门贴了张告示，告诉咱老百姓怎么避雷了。我的天哪，这天雷还能劈死人呢？能啊，我今天还见着了呢。你见着天雷了？哎呀，不是，我是说，我今天帮着破案了，我亲手验的那个被雷劈死的人。你是仵作呀，你晦气！哎呦，大哥，你没事吧？哪有你这样走路的？姑娘，你想撞死我呀？对不起啊，你没事吧？来，我帮你看一下。你怎么动手动脚的？大哥，你应该是摔伤了，我还是扶您去看看郎中吧。你倒是心善。不用了，姑娘，我家有药，没几步路就到了。那我扶您回去吧。好吧，谢谢啊。来，起来。慢点啊。
王爷，参见王爷。这就是那名舞姬。对，还挺能跑啊。可是本公子追姑娘最累的一回了，带走吧。又被你猜中了，人果真还在祭月寺里面练武呢。哎呀，回回跟你打赌都是输，真没劲。别人拿了好东西都是养美人的，我这点圣上赏的全都归你了。不过有一点你失算了。什么？你说他是去严明那儿偷东西的，我在他祭月司的住所里面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到他在严明那到底偷了什么。再说了，当天晚上是我亲自搜的他，鞋子都脱了，你说他还能偷走什么？偷的什么？他偷了书卷，你去审他，把他找出来。真偷了东西了？行吧，对付这种漂亮女人的事儿，我就不推辞了。审完他，再去会会牢里3个盗墓贼。据他们所说，他们对附近所有盗墓贼的情况都了如指掌。盗墓贼？你这时候想起他们干嘛呀？这不是那5座姑娘的东西吗？这是我方才吩咐吴江从母亲那里借来的。西平公主的坠子在这儿，那我虽不曾见过父亲那块，但楚楚手里那块石坠，雕刻技法与所坠流苏都与这块一模一样。所以你怀疑是有人盗了驸马的墓，得到了这块坠子，然后把这坠子交到了一名仵作手上，想要用它吸引你的注意，增加你录用这名仵作的可能。我方才已经问过那3名盗墓贼，据他们所说，我父亲的墓还没有人动过，所以他这一块想必不是从墓中得来的。依你看，他像是别人派来的细作吗？这个姑娘从西南来，驸马爷当年也是在西南遭的反贼毒手，兴许这驸马爷当年不慎掉落，被谁捡到，正好拿给他了呢。若真是这么简单，他为何不肯说出来呢？啊，姑娘，就在前面。啊，慢点。你干什么？姑娘，你老老实实跟我走，我不会伤你的。我没钱，我也没色，我吃的还多。闭嘴！我可是安郡王的人。废话真多，坠子给我拿来。坠子。来。坠子给我，拿过来吧你。走。楚姑娘，跟我回趟3法司吧。好，请。老爷，您回来了。夫人说您要再不回来，晚上就没您饭了。哎，景逸回来没有？少爷一时半刻可能回不来。仵作考试早就结束了，他又去哪儿了？据下人报，少爷亲自到祭月司，抓了杀害严明的凶手。凶手抓到了？是啊。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这怎么了？先别哭了，有话好好说，说完了再哭。
或者你再哭会儿。吴江，怎么回事？有伙的贼人想劫持楚姑娘。是什么人？卑职无能，没能擒下活口，只带回一具尸体，请王爷责罚。别罚吴将军，是我自己没看出来那些是坏人，都怨我。而且劫持我的人不是他们杀的，是那些坏人杀的。罢了，我不怪他们便是。你可有受伤？那你哭什么？我就是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见到你才觉得噩梦醒了，就忍不住想哭。这是什么道理？王爷，今天是你让武将军去救我的吧？你又帮了我一回，你今天都帮了我好几回了。我要不我再给你磕个头吧。我这里没有这样的规矩，楚姑娘不必多礼。那你也别多礼了，别叫我楚姑娘，就叫我楚楚吧。好，楚楚。尸体带回来了。带回来了。去传过仵作了。是。哎，不用，我就是仵作呀。王爷，你救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我就只有这门手艺，你想验谁我都能验，你让我去验吧。我要验那位劫持你的人。你也愿意验吗？愿意。心脏被利器刺穿，伤口整齐，一击毙命。右手虎口处有后茧，双腿双脚健全。王爷，他钱袋里共有23枚钱字印的铜钱，卑职到户库核查过，里面有19枚是丝铸铜钱，与您前段日子在西市黔州商人那里见到的假钱是一样的。没有与户部的人多说什么吧？王爷放心，卑职有数。不过这个楚姑娘可能有点问题。这是他今日给我的。这药有毒？没有。他若在这药里下毒，那他不过就是我在办案时无意中得罪的人，趁机找来寻私仇的，那倒也简单了。可这药里没有毒，他又有意处处讨好于我，对于被录取的迫切之心，已经超过了寻常的仵作。若说他是被人安排来的，那他手上的这块坠子，应该就是吊我上钩的东西。可他又宁肯放弃被录用的机会，也不肯说出这坠子的来历。王爷，恕卑职多言，这姑娘，那可是景逸找来的。有话快说，说完快滚。王爷，明日的仵作遴选考试，对应考者的条件是诸事不限，对吧？我今天遇到一个仵作奇才，可是他的情况有点特殊，需要你特别照顾一下才能进三法司的门。但是我保证，这个仵作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所以你就先来让我眼前一黑是吧？哎呀，王爷，我是认真的。不行，我可告诉你啊，错过他，你绝对抱憾终生。我是说，要关照也不能是我出面关照，否则消息一经传开，又要惹出一波是非来。我关照，反正我明天要去监考。简易与我从小一起长大，他的心性我最清楚不过，他不会如此对我，也不必如此对我。武将，他刚才说的玉面判官，你可有听说过？这个还真没听说过。您既然想知道这个坠子的事情，
明摆着那楚姑娘又没见过什么玉面判官，你还不如就假装认了呢。他要是跟我对暗号，或者说要看我有没有胎记、痦子之类的东西呢？哦，对，我就是要装，也得知道我自己要装的是个什么人吧？对，王爷说的是。江湖里有没有这么好人物，在这里也想不出答案。给冷月续一封信，江湖里的事，还得问江湖人。是。对了，劫持他那伙人什么来路？他们都是些地道的练家子，不过他们刻意隐瞒了招数。卑职实在是看不出来，依卑职之见，这些人是针对楚姑娘有备而来的，而且他们并不想伤害楚姑娘的性命。不想伤她性命？对，卑职听他们对楚姑娘说：“老老实实跟我走，我不会杀你的。”姑娘，我劝你还是说了吧，这牢房的饭你是尝过了的，真不想求个速死啊！杀人偿命就是，我没什么可说的。光拿你这条命，我没法跟安郡王交差啊。咱们商量商量。我听安郡王说，你杀严明只是为了偷东西，你这么个弱女子，费这么大劲儿偷个东西也不容易啊。我也不是非让你把这个东西交回来不可，你就告诉我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照葫芦画瓢，拿个差不多的给安郡王一交差，皆大欢喜。景少卿果真是巧舌如簧，安郡王既不知我偷了什么，景少卿想要交差，大可随便找个什么搪塞过去。又何必多此一举？你还真偷了严明的东西。之前安郡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严明就是个书呆子。府上是有几副值钱的说话，但也不至于值钱到能给他引来杀身之祸。而且你在案发当夜是没有机会把这个东西拿出严府的，我还以为安郡王弄错了，现在看来还真得拿到个东西我才能交差了。说实话，我真想随便找个什么就搪塞过去，但安郡王是谁啊？二郎神，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就比别人多一只眼睛，想把他糊弄过去，没你想那么容易。就说你吧，费那么大劲儿，又是挡血迹，又是藏凶器的，还不是被他给揪出来了？我知道你偷的东西还藏在严府呢，可我今天晚上就得把这个审讯记录给安郡王送过去。你也是聪明人啊，你想，我把记录给交了，安郡王把案子一结，你藏在严府里的东西就安全了，你想留给谁都随你啊。你只要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行吗？你说话可算数。你还真把东西放在严府了。王爷，长安城里龙蛇混杂，这姑娘如此轻信于人，在长安城实在是太危险了。卑职是否该提醒她几分？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话他父母说的，亲友说的，寻常路人也能说的，唯独宫门之人说不得。宫门人若要求百姓自己日防夜防，时时处处谨小慎微，那朝廷养我宫门之人有何用？王爷息怒，卑职知错。王爷，楚姑娘验好了。你怎么知道这些话的？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宫门人说不得，朝廷要你何用这些？这都是玉面判官说的，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那位玉面判官，也说过这样的话？对，就是他说的。你既然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玉面判官，他说过什么话，你怎么知道？我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事迹，这些话都是他在训诫昏官的时候说的。那他的事迹，你又是从何处听说的？反正我就是知道。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话的？我也是听说的。验尸结果如何？我验完了，不过有一点奇怪，王爷，你可以随我去看看吗？好。
死者男，年30有余，死因是心口被短箭射中。他的腿脚什么毛病都没有，跛脚是装出来的，我当时就应该看出来的，我就是太慌了。不怨你，他既有意害你，你识破与否，他都会对你下手。他的跛脚虽然是装出来的，但他身上确实有好些伤疤，最老的有5、6年，最新的有1个来月，都是锐器伤。他应该是个经常跟人动刀动枪的人。他右手虎口上有很厚的茧子，从茧子的位置和形状上来看，应该是个经常使刀的人。不过有一样怪事儿，这个人他既常用右手，可又是左撇子。此话怎讲？他右手虎口的茧子，说明他是习惯用右手使刀的。他劫持我的时候也是用右手使刀，可是他写字磨出来的茧子却在左手上，也就是说，他习惯用左手写字，右手使刀。左手文，右手武，这人也太奇怪了。哼，我与万人之上有何差别？胡子，不就是胡子吗？属下周汉，拜见秦公公。事情办妥了？差一步，萧锦瑜的侍卫长吴江突然带人冒出来，把那女仵作给抢走了。你派去的人跟萧锦瑜的人交手了？有，不过我们很小心，刻意瞒着招数，被擒的人也及时灭了口。那灭口后的尸体呢？姓周的，你现在是连屁股都不知道怎么擦了吗？公公放心，那人从来没和三法司衙门打过交道，萧锦瑜认不出来的。你个猪脑子！公公息怒，我将愚钝。不是愚钝，你是愚蠢呐！我问你，你派去的人可又见到那石头坠子了？见到了，但没拿到。找几个脑袋瓜子灵光的，务必盯紧那萧锦瑜和西平公主的一举一动。凡有异动，尤其是那与石头坠子有关的动静，速速来报。还有，回去把你这个嘴上的毛刮干净了，让我看见一根，我就要你周家一条命。知道了，滚！师傅，周汉这个蠢货，不会把咱们牵连出来吧？宫外，给我定好了。是。他若是出身行伍，那就不怪了。出身行伍，寻常习武之人，自然是哪只手用得惯，便用哪只手持兵刃。但军中练兵不同，必须以右手持兵刃，概无例外。所以左撇子进到军营后，就会被迫变成这样左手文、右手武的人。可是我才刚到长安，也没得罪过什么当兵的呀。不是你得罪了他，是他盯上了你。盯上了我？我身上也没有什么钱啊。啊，我想起来了。什么？这个人劫持我的时候跟我说过，只要老老实实跟他走，他就不杀我。他应该是看上我了，想抢我回去给他当媳妇。天色已经不早了，楚姑娘，楚楚，你在长安可找到落脚之处了？还没有，我怕客栈又嫌我是个仵作，本来想找个荒庙投宿的，可是你们这儿好像没有荒庙。再过小半个时辰，各坊市都会关门。
今日是我耽误你太多时辰了。你若愿意，可以暂住我三法司，也方便我就这几桩未结的案件，随时传你询问。住在三法司？三法司是衙门，也是我的住处。怎么，你夜里还有其他的安排吗？没有，我愿意。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可以给你家干活，我什么都能干的，绝对不会白吃白住。楚姑娘，请用茶。你是？奴婢是府里的侍女连翘。楚姑娘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吩咐。没有，你在这儿已经很多年了吗？是。那王爷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不少吧？姑娘想问什么？王爷他成亲了吗？王爷尚未娶妻。不应该啊，他这个年纪怎么会还没娶妻呢？在我们平乐镇，他这个年纪的男子早就该当爹了呀。王爷还年轻。楚姑娘怎么样了？楚姑娘已经安顿好了。六桃院住的都是府上的侍卫，如果有什么情况，他们会立刻反应。他可曾向你打探府中情况？不曾。但是楚姑娘向卑职打听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你知道六扇门在哪儿吗？六扇门说的就是三法司啊。就这儿？也不能这么说。六扇门呢，就是衙署里当差的人对衙府的戏称，开玩笑的。不，我说的不是这个六扇门，是有神捕、有玉面判官的六扇门。他在府中要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他要什么东西，就给他什么。我倒要看看，他到底图什么。那他有心上人了吗？楚姑娘为何如此关心王爷的亲事？我就是想不明白，像王爷这么好看的人，得是个什么样的女子才能与他相配呀？最好能是个双眼皮、高鼻梁的女子，这样和王爷的相貌结合，生出来的孩子一定特别好看。王爷的私事，奴婢可不敢妄议。不过刚刚楚姑娘说的话，在长安女子口中多半是用来谈论景少卿的，倒是鲜有这样夸赞王爷的。那你们长安女子的眼光可真奇怪。王爷多好看呀！哦，对了，我还想问问，我能帮王爷干点什么活吗？什么活都行。干活？楚姑娘叮嘱卑职给您拿一个热滚滚的白水煮鸡蛋。我不，这个是让卑职给您包了之后，在您的额头伤口这儿滚一滚，能起到活血散瘀的作用。包一个吧。王爷，为什么您一直怀疑楚姑娘来路不明，却还一再的让她验尸呢？她身上虽有颇多疑点，但是在当仵作这件事上，她确实天赋异禀。她比寻常的仵作身上多了一股灵气，这种灵气不是勤学苦练就能换来的。卑职就听过这个弹琴画画需要灵气，这个仵作就是看一个人他怎么死的，这有没有灵气有什么区别？在寻常仵作眼里，尸体就只是尸体，但是在他眼里，这些尸体似乎都是活的。活的？他可以感他们所感，想他们所想。我此前从未见过路数如此奇特的仵作。如果我现在对他所有的疑虑都只是一场误会，那自然最好。如若不然，我也愿意给他一个机会，重新走回正道。这个卑职相信。那景逸都歪成什么样的人了，那还不是给您一手蹬上正道？又是这什么意思啊？是叫我滚蛋吗？好啊，我累死累活忙到现在，宵禁了还不能出访回家，刚到你这儿你就这么对我？走走，有公主府送来的点心。
仙品呐。公子呢？这事儿现在有点麻烦。你说的那个书卷还真就藏在严府里，我已经找到了。可是等我拿着书卷回大理寺狱，想再审那舞姬的时候，他就已经中毒死了。我找人验过了，是西域草乌头。西域草乌头，他一个在籍的舞姬，怎么会弄到这种剧毒草药？在谁家跳舞的时候弄到的。这是那书卷，这就是一卷武宗朝奇闻异事的闲书。严明在旁边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批注，好像是对这武宗皇帝的幼子昌王很感兴趣。你说严明一个书生，不好好研究诗词歌赋，倒是学习仵作，研究起死人来了。严明恐怕是在找人。找人？严明在找什么人？一个死人，应该说是一个下落不明的人。什么跟什么呀？这严明也是够闲的。反正杀严明的凶手已经伏法了，在圣上那儿咱们横竖都有个交代。明天上朝的时候有话好好说。我家老爷子和薛先生3番5次叮嘱你，让你多交朋友，少树敌。我无意与任何人为敌。那就好。但若是与公理、正义为敌，便是与我为敌。这手刚碰了毒，洗手。我让后厨给你留了饭，今夜就在这里休息。明日一早，你去神策军里探探，是否有一位年约30、入伍5年左右的下级军官，去向不明。神策军，宦官的人又出幺蛾子了。今日从严府出来，就有乔装的官军意欲劫持楚姑娘，劫持不成，就用此物将落网者灭口。这个剑簇可不是一般铁匠铺做得出来的。这是军器监奴房署所产的剑簇，专供京畿军营所用。这是我方才命人从奴房署拿来的。你是怀疑神策军里的人劫持楚楚？你若查实神策军中有这样一人去向不明，那便不是怀疑了。钱字印4柱铜钱，舞姬、西域草乌头，都与西南有关。王爷他这么在意巫医大叔的坠子，到底是为什么呢？严明因私下调查先帝之子而被杀，杀他的舞姬一被查到便服毒自尽。王爷说他不是玉面判官，可他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玉面判官的事呢？严明这桩案子没这么简单。来人呐！出事了！出事了！二夫人，二夫人，没事吧？到底怎么了？老爷，没气儿了！啊！二夫人，没事的，二夫人。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是我。快去请夫人！老爷，老爷，你醒醒啊！来人！王爷，怎么回事？全长安的鸡都飞来告状了吗？鸡它不是飞来的，是楚姑娘买来的。她买鸡干什么？禀王爷，
讲，兵部冯尚书府上送来一份附帖。附帖。冯介昨晚病逝了。冯尚书不是去西南巡查军务了吗？怎么就死了？你去吩咐管家，我先进宫一趟，回来就去丰富吊唁。是。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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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王爷回来了。王爷，起来。你这是养鸡啊！我昨晚垒了个鸡窝，今早让连翘姑娘去买来这些鸡。我是用你给我的工钱买的。长安的鸡也太贵了，要是在我们平乐镇，这些钱起码能买上几10只鸡呢。那吴将没告诉你，你在这里不必担心吃饭的事吗？吴将军说了的。不过我总不能在你这儿白吃白住吧？连翘姑娘说了，你这里有专门给你洗衣服做饭的人，不用我干。我也问了，你们这里没有养鸡，也没有种粮食，我看这里正好有空地，就帮你用起来了。等着我鸡养好了，天一暖和就能下蛋了。鸡生蛋，蛋生鸡，以长安的物价来算，能帮你挣不少钱呢。有劳你费心了。不费心，不费心。等过完冬天了，我就把后院的地整起来，种菜，种粮食。你还要在这里种菜？这么大一片地，只养鸡也太浪费了。只是我不知道你们这儿适合种什么。要是在我们平乐镇，后院那块地的稻米足够一大家子吃1整年的了。连翘，你去准备一套侍女的衣服。是。楚姑娘，这些我们日后再谈。眼下有一件差事，不知你是否愿意再为我走一趟？验尸的差事？是。愿意啊，当然愿意。不过这一趟不是衙门的差事，只是帮我一个忙。你放心，不管是衙门的差事还是你的差事，我都一样会好好的验，保证不会糊弄你。此次不能光明正大的验，也不能动用任何工具，而且还要委屈你扮作我的侍女，随我同去，是否也可以呢？扮成侍女，偷偷的验？可是我以前从没干过这样的差事。如果你觉得我行，那我就去。你一定可以。那这些稻米你就帮我喂完吧。谢谢你啊，这衣服也太麻烦了，穿它比编个筐还难。慢慢就习惯了。王爷，你不用怕他们，他们不咬人的。本王怎么会怕他们？只是怕弄脏了朝服。王爷，我第一次穿这样的衣裳，我穿成这样还怎么干活啊？你在此稍后，我一会儿来教你。手巾。手巾？这不就在你面前吗？你是侍女，我自己来拿，还要你做什么？双手呈给我，低头，太低了，抬起来些。王爷，我第3节颈骨都快断了。起来，脊骨立直，将毛巾托于双手掌骨上，手肘下沉微屈，腕骨抬至与锁骨齐平，颈骨第6、7节立直，自第5节至第1节向前屈，微收合骨。让你动了吗？记住这个姿势了。记住了，每块骨头在哪儿我都记住了。放回去。哦。要回答是。是。
左右手相叠，右腿后撤，然后蹲下。好，起来吧。放肆！你这怎么一点疤痕都没有啊？你没受过伤吗？什么伤？剑伤，长约2寸余，深可见骨。伤愈后还有一道细如墨线的疤。没有。难道真的不是玉面判官吗？你说什么？啊，没什么。不过你的身上好白啊，书上说的肤如凝脂，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够了，跟我走。半夏见过王爷。免礼。半夏姑姑是来替母亲吊唁的。是的，王爷这是……我也是来吊唁冯尚书的。那半夏就先行告退了。王爷，刚才我是不是露馅了呀？是。那怎么办啊？无妨，这里露馅不要紧，进去之后按照我的吩咐来做就行了。景阁老，好。薛翰林、景少卿到。景阁老，先生。进入冯府之后，我会去灵堂进香。我执香在灵前拜过之后，就会把香转递给你，你就借着把香插进香炉的机会去看冯介的尸体。就只能看这一眼？如果只看这一眼就能断出死因，那就只看一眼。要是不能呢？姑娘，我来吧。快收拾！来，快起来！快！各位大人，请移步偏厅休息。这是抓痕！姑娘，夫人，快看！你干什么？啊！这香灰都溅到冯尚书身上了，这寿衣不能穿了。哎呀，你这是干什么？香灰落在寿衣上是亡魂在喊冤呢，这太不吉利了，得赶紧换下来。什么冤不冤的？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不要污蔑我们家老爷！胡说什么？还不赶紧向冯夫人赔罪！我没有胡说。还顶嘴！王爷，他确实没有胡说，我也听说过。冯夫人，我劝你还是赶紧给冯尚书换一身吧。我们是不信，万一让哪个新的瞧见传扬出去，不也有损冯尚书的名声吗？掌柜的，西南那边来新货了，给我吧。对了，景阁老那边催问几次了，他的货你尽快照单理清，包裹好，给他送去。是。老爷去的突然，一切准备的仓促，不周之处，还望各位大人海涵呐。冯尚书是何日返京的？不知身染何疾，竟去得这么突然。就在昨日城门关闭之前，老爷一进城便去参加几位同僚给他设的接风宴，一路劳顿，又多饮了几杯，这便勾出了恶疾。这人上了年纪，身子就马虎不得了。薛翰林说的是啊，
我们夫人也经常这样叨念老爷，可是老爷总是忙于公务，把夫人的话当耳旁风了。我记得冯尚书没有公子，但是有3位千金吧？怎么方才1位都没有见到？3位姑爷在京外为官，3位小姐随姑爷外任。老爷去的突然，怕是要等到出殡之日，他们才能赶回来。那2夫人呢？老爷去西南巡视，离家日久，刚一回来就突然故去。2夫人悲伤过度，病倒了，不便见客。死者已矣，好好劝劝吧。是，小人告退。公主，奴婢离开冯府前遇上王爷了。锦瑜去冯府吊唁了？是。他自己一个人去的吗？王爷还带着一个姑娘，奴婢打听了一下，是个仵作。这个锦瑜带着一个仵作上冯府吊唁了。你再去一趟3法司，你跟锦瑜说，我有顶顶要紧的事情要见他。他要是不过来见我，我就去见他。是。恭送安郡王薛翰林。刚才令大山闹的是哪一出啊？只是心有疑虑，想要看清楚。有何不妥吗？尚未调查明白。真是愈发胡闹了。如果让圣上知道，该如何是好？景瑜恭送先生。恭送景阁老景少卿。安郡王要是得空的话，就近到我府上用顿便饭再走吧。哎呦爹，你可打住吧！安郡王去咱们家，娘又要给他介绍姑娘。哎呦，你可饶了我吧！你娘给安郡王介绍姑娘，有你什么事儿？有我什么事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爹！哎呀，景阁老，今日3法司琐事繁多，晚辈便不去府上叨扰了，改日亲自登门去探望伯母。不过，有件公务要与锦衣谈谈。景阁老可否让锦衣随我回去？也好，好好跟着安郡王办差，不然的话，我回去告诉你娘。景阁老放心吧。告辞了。就知道搞错。双亲健在，你就知足吧。王爷，刚才真的吓死我了，我以为肯定要露馅了呢。你们还真去验尸啊？啊，景大人不知道啊？那你为什么那样帮我呀？从来不搭理这些红白喜事的安郡王带了个仵作去吊唁，这不明摆着呢吗？黄鼠狼给鸡拜年。黄鼠狼？我就是打了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楚楚，刚才匆匆一宴，可看出些什么？是有一点。哎，等一下，这都已经到午饭的时辰了。楚楚，你饿不？是有一点饿。早晨光顾着喂鸡，忘记喂自己了。王爷，看在我和楚楚如此舍命陪君子的份上，你不应该好好请我们吃一顿吗？不用不用，我身体很好，饿一会儿不要紧的。这怎么可以？人在挨饿的时候脑子不灵光的，容易忘事，思考问题还容易出错。你是仵作，你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好，边吃边说吧。想吃什么？王兄，你们想，这还真不错。哟，景少卿，快请快请。这位是3法司的安郡王。小人如归楼掌柜许如归，叩见安郡王。免礼。谢安郡王。老规矩，酱烧乳鸽、泥鱼翅，还有香烤羊肋条，记住一定要小羔羊，千万别烤过了火候。多给我2份蘸料。
我最喜欢你家胡人厨子的蘸料了。景少卿放心，都记下了。安郡王初次光临，可需小人为您介绍几道本店的招牌菜式？不必了，我要一份花篮鸡、酸汤鱼，还有凉拌鱼腥草。王爷怎么点的都是黔州菜啊？王爷，你也太会点了！鱼腥草这东西，长安可不多见，只有如归楼有。安郡王点的这3道菜都是地道的黔州菜，正巧小人店里有一位黔州籍的厨子，虽然不敢称厨艺精湛，但这地道的黔州味道还是能做出几分的。安郡王、景少卿，请稍后，饭菜马上就到。等等，给这位姑娘添一杯茶。哟，恕小人眼拙，怠慢了姑娘。不慢不慢。坐吧。这个人长得好奇怪啊。小人告退。你是这儿的常客？常客倒算不上，这儿东西好吃归好吃，但是特别贵。要是没人给我宰的话，我可舍不得。冯街的事你也知道了吧？陛下，臣一早就接到冯府的复帖，已去冯府吊唁过了。冯尚书溥仪回京，便撒手人寰，冯府没有丝毫准备。臣去时还颇为忙乱，让人看着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啊。冯府没有丝毫准备，朕何尝不是措手不及呀？冯介一去，兵部这个大摊子得有人来接呀。陛下说的是，说的轻巧。接，谁接？朕自登基以来，终日殚精竭虑，夙兴夜寐，朝上朝下都是在想方设法顾我大唐江山，复我大唐盛世。选任贤能何其重要！哎，选任一个3品尚书，那是一拍脑袋就能解决的事吗？冯介才50出头，身子骨恨不得比武官还要硬了，怎么忽然说不行就不行了呢？臣听冯府的管家说，冯尚书此行西南，奔波劳顿，又在接风宴上多饮了几杯，不慎勾起恶疾，才猝然辞世的。什么？喝酒喝死的？安郡王、景少卿，姑娘，3万请慢用。要是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小人。小人告退。怎么，这些菜不合你胃口？不是，就是觉得这个掌柜长得……没什么。今日你辛苦了，吃吧。王爷，你也喜欢吃黔州菜吗？从没有吃过。我兄长是驻防西南的武将，从前听他说起过这几道黔州菜。黔州距离长安有千里之遥，你起码走了1个多月，很久没有吃过家乡菜了吧？你是为我点的？请你2人吃饭，自然是为你2人点菜。可是王爷，我还没能验出死因呢。不要紧，先垫点肚子吧。来，碗给我。谢谢王爷。谢谢王爷。他黔州籍的身份应该不假。楚楚，这黔州菜做的可地道。地道，特别地道。你吃得惯就好，慢慢吃，不必客气。谢谢王爷。你刚刚在冯府灵堂可有什么发现？冯介胸前有很明显的伤处，不过那处不是害人的伤，是救人的伤。救人？如何救？我能跟你比划一下吗？你就当冯介，我当那个救他的人。好。
你干什么？我在跟你比划呢。这会儿冯尚书已经死了，所以你得全身放松，闭着眼睛躺好。不管我怎么动你，你都不能动。冯尚书胸前的抓痕应该就是这么来的。